来生再相见。那今天呢，已经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视频了，也就是结语的部分，也是我最后想说的一点话。其实这句话"来生再相见"呢，我在我妈的灵堂上呢就已经说过了。我虽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我相信或者我希望我们还是会有来生的，会有下一世的。但是呢，我真的不想在下一世我们再做母子的这种关系了，因为我觉得在这一世已经体验的很多了，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个经历已经是很丰富了。尽管这个母子关系只存在了短暂的30几年的时间哈，那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倒真的希望能和我妈在下一世成为特别好的朋友。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然后这样我可以帮她找一个好男人，然后呢嫁到一个好老公，然后有一个比较美满的家庭。因为真的这一世，从我的这个角度看我妈，我觉得她人生的很多阶段都是有点可惜的，或者是在某些时候是很不值得的。当然，我觉得这一世，他有我这个儿子，我觉得也是我们互相成全或者成就吧。就是我其实当时也跟他开过这玩笑哈，我说其实老天爷还是相对公平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我确实还可以吧，至少是独立了，然后也没有说给社会或者给家庭添负担哈，还是反而就是说尽我的能力再去解决家里的一些问题，或者缓和家里的一些矛盾吧，就是并没有成为一个。其实我之前跟我妈开过这玩笑，我说那个妈，假如说我最后变成了一个流氓了，或者是变成了一个违法犯罪的人了，我说那你这辈子还活不活了，对吧？就觉得一件好事都没有了。其实我也跟他生前的那个朋友们聊过，也跟我们家里人聊过这件事情。我就是说，其实看起来好像我妈人生中最光辉的那一页，好像是有了我，好像我成为了她这个人生中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亮点。但其实以我的角度，我并不愿意这么说，或者我并不希望我妈如果有下一世的话，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她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或者选择，或者她的人生的亮点可以有更多的方面，而不只是有一个孩子。所以这个才引发了说我的这个想法，说我在下一世如果能跟我妈还有来生的话，再相见的话，我一定要我们之间要成为好朋友，还是有一种牵绊的哈，能让我们成为比如说特别好的闺蜜。然后让她的这个人生可能比这一世更幸福、更好，哪怕她下一世不要孩子，她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对吧？哪怕不结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深深的期望。我就觉得说，不应该只有孩子的这一样亮点而已，对吧？他也应该有他自己的人生，而且我觉得应该给这样的女性更多的机会吧，而恰恰可能我妈生的那个时代，也不是说一个机会特别多的时代，甚至是可以说有些动荡的时代，所以我才觉得说，真的，如果能让我选择的话，我真的希望来生我们还能有一个连结，以好朋友的方式走完下一生。然后我这边呢，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经常跟我周围的人说啊，我不会自杀的，我也不会自残的，我不会自己伤害自己的哈，我还是会尽量的，我这辈子还尽量的好好活着。但其实后半句话我没有讲哈，就是其实按照概率或者按照基因遗传的这个角度呢，因为我父母都是癌症，那我肯定以后很大概率也会得癌症。然后我现在的想法呢，可能让你们听起来会有些负面或者悲观，但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很真实的想法。那也就是，如果我真得了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大的动力说我要自救。好像像我妈似的，在国内你看她治了放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啊，然后包括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是喝中药哈。其实我觉得第一点，我可能是比较脆弱，就是我身体上可能未必就能承受得了这些药物的
折磨哈，因为确实是对自我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再一个呢，确实没有很大的动力说，那我自救我为了什么呢？我觉得我这个人确实是比较宿命论，我不想跟这个命运太多的做抗争。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可能还真是觉得我们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哈，好像能改变一些东西。但是越长大，而且经历的事情越多，包括你其实可以看到我之前视频里讲的话，很多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你可以说命运跟你开了一个玩笑，或者我愿意用说这个老天爷有的时候就是给你一颗甜枣，然后再抽你一个嘴巴的这种感觉哈，就是很多事情你是不可控的。而且也是，尤其在我妈生病的这件事情上，很多时刻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我觉得自己很无能或者很无力，我没法改变很多事情。尽管我的那个心，我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精神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各种的自救哈，但确实是最后结果论的话，就是无力回天的这种状态。那还有一点，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在我陪我妈走这个抗癌路的时候呢，确实经历了，不得已经历了一些很不好的人事物。我说的委婉一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医生的这个职业哈，这个应该是一个特别值得人尊敬、尊重的一个职业，但事实上呢，以我的有限的经历来讲呢，确实有些医生呢。是没有对得起他这个医生的这个份职业的，甚至是如果我拿一个人的标准来这个评判这个医生或者某些医生的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说话的方式，我觉得都是不合格的。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化疗药、放疗的这种方式，还是靶向各种医疗手段，到底能不能对一个癌症病人起到有效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定的是说，如果作为一个医生，他的言行举止是很不尊重人的，或者是很有侵略性的，很带有侮辱性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对这个病人，无论是不是癌症病人，一定对这个病人没有好处，这个作用一定是负向的。但是这个确实是以我的这个经历看我妈的这个病程的回顾，她确实有些时刻就是被这样对待了。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哎，那如果以后我得癌症的话，可能我确实没有特别大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哈。就感觉就是说，那药可能首先都不一定能治我这病，再加上某些这个人他的这个言行举止你是不能控制的，恰恰这些不好的声音呢和行为呢，反而会伤害到我，反而会觉得可能是有点是不是侮辱了这个病人哈，所以我觉得我确实是不想受到这种侮辱，而且确实是因为我觉得人跟人相处还是平等的关系，虽然是我是病人，您是医生，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对于人有基本的尊重吧，对。但是我害怕我会被不尊重的对待，所以我觉得那也不要给这个机会给我，所以我就可能综上所述吧，我觉得我不太会去这个选择治疗这个癌症的。然后对于我妈的这件事情呢，确实是，嗯，还是时不时的会很难过，或者觉得很遗憾吧。但是我觉得可能人生就是由遗憾组成的吧，就是无论你再怎么做，你可能都还是会觉得很遗憾，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嗯，这个生离死别呀，可能真的是每一个人的这个终极的课题啊，然后每个人都最终都是要面对的，就是早晚而已了。所以可能也确实是，虽然我没办法，这个是由不得我说了算，但是确实我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就在经历这个课程吧，也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吧，我这么安慰我自己。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没有说哈，就是我这个戴的这个珠子，其实从我这个录视频、录这个系列视频开始，我就一直戴着。
那这个珠子呢，其实就是当时这个在八宝山那边订的一个珠子，然后他们呢，在这个给我妈火化完之后呢，会取出一点点骨灰来，很少啊，就是一小片儿，然后呢，放到这个珠子里面，用这个金纸包着，然后呢，给我一个念想，因为我当时就已经决定，就是说要海撒嘛。但我觉得我妈这一辈子，我不可能说什么都不留啊，所以我觉得以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一个纪念的东西吧。反正这个我最近就是如果想我妈的话，我也会这个摸摸她，或者是有时候跟她说个话什么的。也包括其实以后呢，我也不确定我这个人在哪里吧，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哪个城市哪个国家，我觉得至少，我带着这个珠子，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我妈还是跟我在一起的，然后也带她去看这个她生前没有看过的世界吧，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很有意义的。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傻的？觉得是怎么还会有来生呢？可能人就是这一辈子吧，但是我可能就愿意当这个傻瓜吧，在现在这个时刻。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有点像，比如你说有没有圣诞老人一样，对吗？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当然知道可能就是没有嘛，但是我们宁愿相信有，而且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这个努力去创造出来，让更多的孩子相信它就是有。可能有类似的这种想法吧，就是说，可能我这么想，我说如果还有来生，然后还能跟我妈再相见的话，可能能让我这辈子过得舒服一点儿，就是过得安心一点，就是觉得还是不是完全终结的，是有那个来生的，是有这个见面的机会的，对，只是给我自己的一个，你可以认为是安慰，或者说给我自己的一个希望，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在我妈还没去世的时候，我就有幻想过。我说，哎，如果要是我妈走了的话，我以后怎么办哈？我甚至还想过说，我说我要不要去尼泊尔或者去西藏，我就直接出家得了，对吧？借助这种宗教的力量，然后让我能完成我的这个人的一个洗涤吧。但是现在我确实好像也确实不需要了，我也没有这种想法了哈。但是当时刚回国的时候，确实是那一阵儿很煎熬，然后又必须给在这个家里面，然后就是就是物是人非的那种感觉吧。其实当时就是特别想去海南，就是特别想去一个不一样的城市，然后去放松自己，去抛除掉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很让人不舒服的这个氛围吧。对，但是这个确实由于疫情吧，我也不想说给咱们政府添加那么多的负担哈，因为我可以说一个事儿，也是说起来也是让人挺哭笑不得的，就是因为我是当时是从美国回的国，然后从上海隔离完回的北京，所以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工作人员都是比较重视的，就觉得啊有一个境外来的人哈，所以这个当然我都是按照规定去隔离或者去做核酸检测的，然后这个。当时这个我妈生日那天1月7号，我们不是去海撒吗？海撒是去天津，那这个虽然我们当天去当天回哈，但其实还是相当于是出京了，再进京的这个人员哈，就入京人员还是要经过核酸检测，还是要经过居委会的。然后那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给我打电话呢，说，哎，你前一阵不是刚从那个国外回来吗？你怎么又入京了啊？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解释太多啊，我就说有点事儿，然后我就去了趟天津这样子。包括现在的疫情也是让人觉得很可怕或者很失控吧，就是又有好像第6波疫情了已经。所以我就想说，当时那个春节的那会儿，我就说，那我就别给国家添负担了。本来我这就是大家好像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哈，你还老出去再进来，或者你到时候可能没准就进不来了，就是回不了北京了。那我觉得就是说，也别给政府、给这个居委会工作人员这个增加负担了，然后也降低一点这个传播啊、新冠传播的这个风险吧。所以就是，确实是我也没走，我就基本上就守在家里，然后自己整理自己的情绪，然后这个
情绪好的时候呢，就录一些视频出来，这样来回忆我妈吧。好了，这个再见妈妈系列呢，终于这个录制完成了哈，然后我也很开心，我终于这个把这件事情了结了，相当于。那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确实没什么计划，然后我也没法在这儿做任何的这个允诺或者展望。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如果有缘分的话，我们再相见。嗯，拜拜。还有个小插曲哈，就是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我妈当时这个最后肺部有积液，然后去医院抽积液的时候呢，我在美国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这个我也是这个我的灵魂也是进行了一个审判哈，然后最后这个我只得了5分，好像满分是100分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不是真的像那个电影讲的似的，与神同行，就是确实是，可能没有过关的这种感觉吧。可能也许我真的是还是需要修炼吧，这样。